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捏家的汉堡。上期彼得因为流言蜚语，本打算放弃蜘蛛侠的身份，但身患绝症的小女孩唤起了他作为英雄的初心，于是彼得重操旧业，又救下了变异的奥斯本。同时，他蜘蛛侠的身份收获了哈代的芳心，美人的投怀，蜘蛛侠选择了拒绝，他的身份只会给哈代带来危险。另一边，一支螺旋蚁小队从银行内部冲了出来，巨大的带刺螺旋在市中心横行霸道。彼得告别哈代，去管控这些犯罪分子。就在他追着那群劫匪实施逮捕的时候，替母亲拿药回去的黑人少年看见了这一幕。彼得将其中一人绑住，但蛛丝没能承受住那人的体重，对方挣开蛛丝，背包里抢劫得来的金钱掉落，劫匪也来不及拾起，转头逃离现场。黑人少年罗伯特家境不算富裕，他需要一笔钱治疗母亲的病，本以为是天降横财，没想到是牢狱之灾。警方居然将他当作犯罪同伙逮捕了。彼得被这个能飞檐走壁的螺旋蚁撵上了楼，对方照着蜘蛛侠的蛛丝用完，逃离了现场。而罗伯特被警方逮捕，他的母亲只能拜托哈代帮忙保释罗伯特。哈代安抚这位母亲的情绪，他知道罗伯特那是他们家基金赞助的科学班内最聪明的一个学生。罗伯特虽然被保释了出来，对于自己只是捡钱就被当作犯人的事情，小罗感到非常的不满，他甚至想做个坏人。不过他的母亲并不认同小罗的思想，他不希望儿子走上犯罪的道路。第二天一早，彼得来到科学班教学，罗伯特是他最看好的学生，在科研方面的天赋不容小觑。这时哈代走了进来，彼得想起昨晚的吻，便主动邀请哈代吃饭约会。此时的哈代却惦记着蜘蛛侠，他拒绝了彼得。彼得有些郁闷，情敌竟是我自己，偏偏还有富家公子以赞助商的身份邀请哈代约会，彼得看得闷闷不乐。罗伯特先是被警方当作犯人，随后母亲开的便利店也遭到了抢劫，祸不单行，罗伯特只能独自坚强。彼得得知自己的学生被牵连进昨晚的抢劫事件后，上门安慰学生，发现屋内一团糟。罗伯特接连遭受打击，他不想再管科学，他只想赚钱治疗自己的母亲。结果当天下午，罗伯特就在街上遇到了抢劫便利店的男人，他忍不住跟踪对方，才发现那人居然就是昨晚抢劫银行的螺旋蚁队。罗伯特趁几人商量下一个犯罪地点时，顺走了这群人一套装备，却没有注意到头上的监控。他利用自己的知识，将那套装备改造成了火箭滑板。母亲见儿子又开始改造研究，心中欣慰不已。但罗伯特的改造装备只是为了比螺旋队先一步抢劫。罗伯特的犯罪道路异常顺利，可就在他袭击珠宝店，准备将赃物藏进口袋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母亲对自己寄予的希望。罗伯特意识到被污蔑就真的去做贼这件事非常的愚蠢。但此时珠宝店外围已经围满了记者和警察，罗伯特被逼得四处逃窜。彼得一边夜巡一边想如何纠正学生的思想，突然看见新闻中踩着改装滑板的少年，他猜测对方可能是昨晚那群人的同伙，立刻追了上去。罗伯特无路可逃，不小心站在了电梯下方，眼看就要被下降的电梯压死，彼得赶紧停止了电梯。罗伯特落地后立刻逃走。罗伯特的母亲看着新闻中出现的儿子受到刺激眩晕发病，螺旋小队也看见了新闻，他们调出监控，发现罗伯特拿走了装备，决定找上门给这小孩一个教训。小罗回到家，没想到彼得在他身上装了定位。罗伯特说自己根本就没抢那些珠宝，但现在大众只相信报纸对他的评价，没人在乎他还是不是清白的。哈代冲进房间，他告诉小罗，他的母亲刚才被新闻气得发病了。小罗心慌意乱，要跟着哈代去见母亲，但螺旋队伍找上了门，彼得在前面开路，他让哈代和小罗先去见母亲。小罗看着后方撵来的螺旋蚁，一咬牙跳车引开对方。彼得撂倒飞行罪犯后，哈代告诉彼得小罗有危险，小罗不敌螺旋蚁，差点被碾扁，好在彼得及时赶到救下了他。这时小罗发现地上断掉的电线，他示意蜘蛛侠用漏电的电线连接地上的水渍，小罗自己则滑着滑板引螺旋蚁进入水渍区域，对方被电了个浑身酥麻，螺旋蚁被滚进了河里。驾驶员在千钧一发之际被彼得救了出来。这一场战斗反倒是让小罗重燃对科学知识的渴望。之后螺旋蚁小队被抓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小罗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答应母亲重回科学班，做一个三好科学家。哈代和富二代约会结束，他发现自己还是喜欢蜘蛛侠，便婉拒了富二代的追求，转身离开，开导差点误入歧途的学生，俘虏了富家千金的芳心。彼得却在不久后把自己送上了法庭，一夜之间成为了叛国者。越狱和逃脱法律制裁对蜘蛛侠来说并不困难，但对于普通人的彼得·帕克来说难如登天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彻底没救时，变色龙居然假冒蜘蛛侠，袭击了扣押他的警车，将他带上了逃走用的直升机。彼得做梦也想不到他会落入这样的结局。不久前，金币的儿子菲斯克找上了彼得，为了感谢彼得从恶鬼那里救下了他爹，最近菲斯克企业要重开一家武器研究公司，由菲斯
斯克担任老板，他们父子希望彼得能来菲斯克工作，高薪聘请还五险一金，彼得怦然心动。工作不算困难，主要负责系统运作查错员。菲斯克企业和国防部有关系，所以彼得负责的就是链接电脑，并且将资料输入磁盘，检查磁盘是否镂空或者错误。于是彼得辞职，在乔纳生气碎碎念中离开了号角日报，但他忘了从天而降的馅饼不只能吃饱，更能砸死人。刚结束工作准备吃午饭的彼得遭到女摊主持枪攻击，彼得躲过枪支逃进小巷，换上了蜘蛛侠的战衣。那群人穷追不舍，甚至将蜘蛛侠当做了同伙。但从那些人的言语中，彼得意识到他们不是冲着蜘蛛侠来的，他们的目标是拿着磁盘的彼得帕克。彼得担心梅姨的安全，立刻赶回了家。没想到那群人胆大包天，追到了彼得家中。梅姨刚要报警，李警督出现，他遗憾地告诉彼得，趁早找个好律师辩护，他犯的可是卖国罪。不久前，联邦政府发现武器资料泄露，怀疑合作的菲斯克公司有人抖漏风声，于是唯一接触磁盘的彼得就成了嫌疑人。女特工当着他的面打开了磁盘，里面果然是机密武器资料。彼得百口莫辩，锒铛入狱。好在一位热心的马律师出手，他告诉彼得不用担心价格，已经有人为他垫付了昂贵的律师费。虽然马特是个盲人，但他却是整个纽约最好的律师。马律师始终认为法律也是一种盲目的公正。可惜审判结果还没出来，彼得就遭到了蜘蛛侠的绑架，而绑架他的人正是菲斯克和变色龙。菲斯克集团确实在出售武器机密，但那个人不是彼得，而是菲斯克本身。报恩需要耗时耗力，只要把恩人咔嚓了，就可以避免恩情的报答。菲斯克这一波算盘打得直响，菲斯克打算把他关进密闭房间内，活活憋死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神秘红衣男单挑了整个菲斯克的仓库。他自称夜魔侠，单枪匹马的救出了彼得，说是受到了马特律师的委托才跑了这一趟。彼得发现夜魔侠的感知惊人，敌人的动向不比彼得自己的蜘蛛感应弱，对方将他送到了马特律师家中，转身离开。彼得疑惑地问律师为什么会这么认真地帮他。马律师明白冤枉得不到伸张的痛苦，他缓缓说起了从前。马特的父亲曾是一位拳击手，因为退役之后找不到工作，铤而走险成为了犯罪集团的打手。某次被小马特撞进犯罪现场，马特不敢置信，拔腿逃走，没想到在路上被货车撞倒，车上运载的放射性废料倾倒，于是马特的眼睛遭到了辐射。这种废料本不该在城区内运载。马特的父亲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纽约市背后藏着的犯罪头目金并，当他准备揭穿对方的罪行时，却因为撞到废桶被发现，从此下落不明。马特猜测菲斯克也是金并手下的人，他让彼得好好休息，自己返回了房间。彼得十分感动，然后转头就离开了房间。求人不如求己，他准备返回家中换装备，悄悄潜入菲斯克集团找证据，洗刷冤屈。但马特的话没有说完，他其实就是夜魔侠。放射性燃料虽然毁掉了马特的眼睛，却增强了他的其他感官。当时的马特仿佛自带天然雷达，虽然很有用，不过他幼年时并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份能力。好在他遇到一名棍师，在对方的帮助下，马特开始学习战斗技巧。出师后，他成了夜魔侠，开始行侠仗义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金并的踪迹，决定为父报仇。另一边，梅姨因为担忧彼得，他的好友和玛丽简前来安慰，却发现梅姨焦虑成疾，陷入昏迷。好友连忙叫了救护车，将人送进了医院。彼得换上了战衣，返回菲斯克工业调查资料，和同样赶来的夜魔侠撞上。因为变色龙假冒蜘蛛侠的事情，彼得的蜘蛛侠也成了夜魔侠的怀疑对象。担心蜘蛛侠是来毁灭证据的夜魔侠朝着彼得发起了攻击。这时，金并的人带着炸弹试图炸毁工厂，毁灭证据。两人联手击败了放炸弹的敌人，却来不及拆掉即将爆炸的炸弹。爆炸后燃烧的火焰瞬间向俩人袭来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喜欢蜘蛛侠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评论哦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